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希逸。今天我会用一个视频讲清男权社会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诉求，以及为什么女人可以并且应该彻底排男。今天这篇视频很长，但是只要你看完了，你就可以明白这个男权世界的丑陋真相。女本位和男本位视角，卵子和配子视角，简直是云泥之别。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先用男本位视角开始观察。我会用5个价值、3个努力、1个核心，清晰明了的带你一步步拆解分析。5个价值，从男的视角看，女人有5大价值，分别是性、生育、劳动、情绪和继承。第一，性价值。男的通过与女人建立性关系，可出价或者免费获得他们最急迫需要的性满足。这里的出价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等等。这里的免费指的是一些女人太过爱男，啥也不要，自己就贴上去了。视频后续所说的所有出价和免费都是以此为准。而性价值是男的最看重的价值。换句话说，男的是被性驱动的性别。有些男的喜欢长期固定的配偶，比如老婆、女朋友；有些男的喜欢频繁更换的性伴侣，比如炮友、妓女。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都非常需要有承载他们性欲的载体。第二，生育价值。男的既没有生产后代的功能，也没有抚养教育后代的本能，所以只能通过与女人建立性关系，可以出价或者免费获得女人提供的有自己基因的后代，尤其是男后代，并且可以让女人甚至女人的母家共同来照管这个后代，而自己仅仅需要挂名就可以取得后续的长期收益。而男同性恋们即使不喜欢和女人发生性关系，也同样通过挂名的婚姻方式或者寻找代孕的方式来吸取女人的生育价值。第三，劳动价值，分为家务劳动带来的生活环境改善和社会劳动所取得的物质报酬。男的通过和女人建立性关系，可出价或免费获得瓜分这两者的权利。比如，如果女人是家庭主妇，男的就可以生活在更舒适的家庭环境里。那如果女人有工作事业，女人的各项收入会进入家庭的共同账户，也会用来养随男方姓的小孩。第四，情绪价值。男的通过和女人建立性关系，可出价或免费获得一个漂亮的雄竞勋章和一个全自动的情绪垃圾桶。前者，男的需要在雄性社交场合里携带一个外表拿得出手的挂件，以证明自己的魅力或权利。后者，男的需要女人的关注、倾听、鼓励、陪伴、爱慕和崇拜，以让他们继续普通却自信的沾沾自喜的继续活下去。第五，继承价值。男的通过和女人建立长期且公开的性关系、婚姻，拿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连接和继承了财富。用一句男权社会的经典名言来说，就是先成家后立业。在家庭上，自家父母期待儿子成家，给房、给车、给继承权；女方则盼望女婿对女儿好，给嫁妆、提供事业机会，帮照顾外姓娃。在社会上，已婚男的会获得更多的信任和工作上的升职机会，并形成男互助，占据高层。同时，家里又有妻子、家人打理，减少他们奋斗的后顾之忧。在男的看来，女人的价值就是这些：妓女提供性，炮友提供性和情绪，女友提供性、家务劳动、情绪，妻子提供性、生育、劳动、情绪和继承。为什么我们说婚女是婚驴呢？因为她啥活都干了，价值都被榨完了，那不就是像头勤勤恳恳的驴吗？而男的如果长期没有驴骑，也没有任何女人来提供这些价值，他的情绪和行为就会变得极其不稳定，个体会发疯，集体会暴乱。男权社会深知这一点，所以为了它的运转稳定，会以各种手段压迫或哄骗或利诱女人来提供价值。那我们继续说，
刚刚说的这5个价值似乎不完全适用于当代的男权社会，它在当前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首先，2个价值有了平替，不需要女人也可以。第一，性价值。现代科技发展，很多成人情趣用品的出现，让男的找到了更多承载他们性欲的载体。他们无需花费时间、精力、金钱去接近女人以获取性价值，只需花一些钱就可以购入多种产品，更为省心。更不用说男同性恋的行为存在和发扬光大，让许多男的心里潜藏那种对其他男的深深的爱意可以照进现实，滚到床上，彼此满足性欲，内部完美消化。第二，劳动价值。家务劳动同理，现代科技发展，繁重的家务活可以被智能机械取代。至于社会劳动，男的如果不结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瓜分女人的财富，也可以生活自足。其次，2个价值可有可无，不影响生活。第一，情绪价值。男权社会对男的明显偏爱，有足够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比如父母的宠爱、舆论的包容、男互助的加持等。即使没有勋章或者没有情绪垃圾桶，生活也算能过得下去。第二，继承价值。现代社会中，传统家庭结构和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男的即使不结婚，也会得到父母的房车、继承等支持，社会的升职加薪等机会。已婚已经不再是继承的硬性条件，不影响生活。最后，1个价值正在努力寻找替代，生育价值。生也就是生产创造生命，目前无可取代，所以男权社会就在拼命地寻找替代方案，比如鼓吹代孕、研究孤雄生殖、发展人造子宫、人造卵子、克隆人体等技术。育也就是抚养教育生命，目前也在寻找替代，比如商业化、AI 化、流水线化等。他们渴望能够快速产生更多廉价劳动力。毕竟男的原本就不是生命的创造者，他们不明白也不在意，更不珍惜生命，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5个价值的现状是2个有平替，2个可有可无，1个正在努力寻找代替。我们观察到的是，传统不发达的国家地区的男非常明显的需要女人，用各种手段获取、控制甚至奴役女人。而现代发达一些的国家地区的男有点需要又不太需要女人，看起来就温和礼貌尊重一些。但无论是极端的男权还是温和的男权，他们依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女人无可取代的生育价值。而性别就是最根本的利益立场，说性别对立都已经太温柔了。事实上，这就是性别战争。男方出于利益，迫切需要剥削我方的利益。于是，基于以上的客观现实，男权进行了3个努力的行动： 1. 努力提高话术，击穿底价； 2. 努力展示暴力，隐藏恐惧； 3. 努力发展科技，彻底脱离。这也很好理解。第一，努力提高话术，击穿底价。他们会用更美妙好听的话术给女人洗脑，让女人主动不收费，不要求男人花时间精力，就免费甚至倒贴为男的创造这5个价值，让女人不知道自己才是第一性，才是创生的主体。那这些话术我们都听得很熟悉了，比如女人要性解放，要多睡帅哥；女人有爱美的自由，有穿性感暴露衣服的自由；比如女人要驾驭男人，女上位是控制男人，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男人赚钱养家，女人貌美如花；男人很辛苦，女人要听话；男女平等，女性独立，所以约会要 AA， 分手要还钱；孩子是自己的，跟谁姓无所谓；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家里不能没有男人；性别是流动的，她是女同啊，没事的；卖卵和代孕助人利己，又能自己赚钱，又能圆满一个家庭，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第二，努力展示暴力，隐藏恐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些男的负责装好人，保护女人；另外一些男的则会露出真面目，施展暴力，恐吓女人。提高话术的是前者，
手段是长期洗脑，试图让女人变得愚蠢；而展示暴力的是后者，手段是杀鸡儆猴，试图引起女人的恐慌，最终都是为了获取女人的5个价值。但其实如此努力引起对方的恐慌，正是因为自己内心有最深的不可言说的恐惧。他们跳梁小丑般的张牙舞爪，正是想要隐藏自己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讲到。第三，努力发展科技，彻底脱离。他们深知其他的4个价值都可以替代或者可有可无，只有生育价值这一个，他们目前毫无办法，只能依赖女人。而这种依赖不光是依赖女人产生下一代，也是依赖女人产生他们自己。你明白吗？每一个男的都是女人生下来的，如果女人停止为男的提供生育价值，不再与男的生育，也不再生育男的，等待他们的就是彻底的虚无和毁灭。这就说到了最后的一个核心，男的极度需要又极度恐惧自己的需要。这种恐惧是第二性对第一性的恐惧，是来自基因里的本能，是他们不愿言说却处处表现的死亡焦虑。他们极度恐惧被女人无视，被女人拒绝，因为女人的无视和拒绝就等于他们的彻底死亡。女人之所以是第一性，是因为先有女人，女人才会生产男的。宇宙是母体，地球是母体，基因是母体，女生是母体。如果有创世神的话，创世神也是母体，只会是母神、女神。只有女人才能创造生命，而有创造的能力，就有毁灭的权利。如此，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出一个结论：女人可以选择创造和毁灭什么样的生命，女人才是生命的起源。所以，作为第二性的男，有如此的天生缺陷，穷尽一生都在这种极度的需要和极度的恐惧里苦苦挣扎。他们离不开女人，必须获取女人，找得到就想吸，找不到就得死。这样的关系是寄生关系，女男关系就是母体和寄生虫的关系。而整个男权社会的整体也是男个体的集体投影，焦虑又恐惧，可女又厌女。他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艺术创作、商业盈利，还是科技发展、政治战争等等，本质上都既是为了找女，为了获取更多的女生母体资源，也是为了不找女，早日独立出来，不再依赖女生和母体，彻底的为所欲为。所以无论是男集体还是男个体，为了避免毁灭，都会诉诸谎言，诉诸暴力来继续寄生，又会因为恐惧无法寄生而拼命寻找代替。在视频的最开始，我提到女本位和男本位视角，卵子和配子视角有云泥之别。我们刚刚一直是用男本位视角来观察，通过5个价值、3个努力和1个核心，拆解了男权社会的底层逻辑是需要和恐惧，了解了男权社会的核心诉求是继续寄生和寻找代替。接下来我们会切换到我们更熟悉也更加自然舒适的女本位视角，分析为什么女人可以并且应该彻底排男。依然是从5个价值开始说，性、生育、劳动、情绪和继承，但这次我们不分开说，因为女生、女人是完整一体的。首先，女生完满这4个字，我必须要让所有女人都听到。女人的身体就是最圆满、最完整的，一切设计都如此精妙，与自然母亲同频。月经是生命的河流，还会随着自然潮汐而运转流动。而女人的性、欲、泄、殖、补，5者都是分离的，这是多么天然的优越啊！性是阴蒂，欲是母宫，泄有尿道，殖有阴道，补有乳房，它们各司其职，干净卫生。女人想要得到性快感，根本无需冒着高风险去找男的搞纳入式。But what about sex? Oh, no one does me better than me. 女人有阴蒂，这就可以带来最顶级的性享受。
女人的性器官是阴蒂，而阴蒂不需要男的。阴道是月经道，是生产道，唯独不是在不想怀孕的时候让男的进来的性道。母宫和乳房也是在生命之初孕育灵魂、传递能量的神圣生命纽带，不应该被男权社会性化、色情化。女人想要真正的性解放，就应该从男本位的纳入式中解放出来，搞清楚纳入式是生育准备行为，根本不是性行为。你的性行为自己就可以完成，更好、更快、更强，请问要男的干嘛？而男的既没有育、殖、补的功能，性和泄还在同一个器官上，用同一个通道，这又脏又证明了配子液就是数量多、更新快的最不值钱的排泄物，这怎么敢和女生母体的完整功能相提并论的啊？现在科技足够发达，甚至都不需要纳入式这样的高风险的生育准备行为，女人只需要筛选、提取和清洁干净的一丁点配子，也就是用试管技术，可以孕育生产一个以上的孩子。就算不那么讲究，不做试管，直接倒点原始的配子进去，也依然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至于配子哪来的，第一，多的是男的巴不得把配子给出去，根本不缺。第二，现有配子库已经足够人类繁衍到单雌或者双雌技术发明出来了，现在没有发明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男权掩盖和阻拦，因为这是对男权社会绝对的釜底抽薪。而退一万步讲，即使女人损害自己的身体，取出了珍贵的卵子给男的，男的也永远无法制造出一个孩子出来啊！所以请务必搞清楚一个事实，只有女人才有生育器官，所以女人才有生育能力。至于生产后的抚养教育就更不用说了，母系或者说全女权家庭和社会才是最有利于女人成长的。其实女儿和妈妈的关系在没有男的的情况下才会更亲密、更健康、更富裕，这个一会儿我会具体讲。反而在父权社会、父系家庭中，由于妻子是失权降格的母，她的怀孕、生产和养育都不能完全的自己做主，往往都是在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和环境不适宜生育就有了不属于自己的后代，那她就会因为这样错位的生育方式和男权社会下不重视女人的医学方式而受到重创，身体更加虚弱，精神更加脆弱，失去与自然和自己的连结，就会变得抑郁和迷茫。有这样的弱母，又如何养育出强壮的女儿呢？换个角度说，从女本位来讲，生育也根本不应该是一种价值，去高价卖给或者免费送给男的，而是应该把生育当成一种能量，我们可以为自己使用，也可以为自己不使用，但无论如何都跟男的彻底无关。女性必须从男寄生里彻底解放出来，收复自己的能量，牢牢守住和好好使用这样创造生命的能力和毁灭生命的权利，做好我们当下应该做的选择。以上从性和生育的角度来看，女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彻底排男，因为女人根本不需要男的，没有男的反而更高效清洁地获得性快感，更简单更全权地获得后代。那继续说劳动、情绪和继承，我们先弄清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父权男权社会，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母女关系是已经被扭曲过的，因为我们的妈妈她不是纯粹母权意义下的母亲，而是多了一重身份和顺序，她先是你父亲的妻子，然后才是你的妈妈。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亲身的经历去观察，这位妈妈是否把大量的爱、关注或者资源都分给了她的丈夫或者儿子，而不是全部都给了你和你的姐妹呢？那么如果没有男的，如果她生活在单女或者全女家庭呢？是的，她的家务劳动会改善她自己的生活环境，她学业事业的骄傲成果和收入也不会被男的瓜分。她不需要变得漂亮性感，因为她不再是客体。她会变得强壮聪慧，因为这对她的健康和生活有益处。
我们原本应该在母亲们精挑细选、充满期待和爱的目光中诞生，在母亲们精心照顾和教导下，成为强壮、智慧、善良、有勇气的女孩，和姐妹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探索在母亲们治理下富裕、和平和美丽的新世界。是的，我们已经确定不可能有这样的母亲了，也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母权世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这样的母亲啊，不是要你去生育，而是让你来成为这样生活在单女或者全女家庭中的女人，如此对待曾经没有被这样对待过的自己，重新去养育自己。你的劳动不会被人瓜分，你的情绪只给自己治愈，你的继承就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男的本来就给不了这些，他只会吸取和掠夺你，他就算给了你一点儿，也是先抢了你的，然后再分你一点儿。你还以为这是慈悲和体贴吗？斩断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不要再找男的寄生你了，这只会让你更加分裂。只有不找，才可以重回圆满自足。以上从劳动、情绪和继承的角度来看，女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彻底排男。因为男的通过与女人的性关系进行寄生，吸取和掠夺女人原有的东西，弱化女人和她的后代。没有男的，女人和她的后代只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总结一下，男找女是男有天生缺陷，他们必须找，找得到就狂吸，找不到就得死，这是寄生虫和母体的关系。女找男是女被后天洗脑，我们不需要，找了反而分裂，不找才会圆满，重返母系，健康自由发展。没价值的需要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不需要没价值的，这就是核心区别。男的为什么要找女，不敢真正的排女？因为男的没有创生能力，又有死亡焦虑，所以需要努力去掠夺女人的价值。他们对待女人本质上就是功利的，是物化的。即使男的对女人有了感情，也是类似儿子身份对母亲身份的喜爱、依赖和畏惧，或者主人身份对宠物身份的宠爱、控制和治愈，本质上是一场大型 SM。 而女人为什么不需要也不应该找男，也就是彻底排男。因为我们要脱离后天的男权洗脑和这场扭曲的游戏，不被性化、物化、客体化，而是要收回注意力，专注发展自我，守住我们的价值、能力和权利，夺回我们本来就有的一切，获得真正的自由，进入全女乃至全自然女的健康循环。父权男权社会和全女女权社会是彻底不同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没有中间区域，没有平等平权，更绝无可能寻找什么平衡点。因为男的在做的是通过3个努力来吸取女人的5个价值，并且渴望取代价值后彻底辱之或者灭之。而女人要做的是远离这样的吸取，不再给男权续命，而是成为自然女，并和其他自然女开始连结、复仇和重建家园。所谓的男女平权、平等、和平，是根本看不懂这个世界运转的真相，甚至明明看懂了，却为了蝇头小利，为了舔别人吃完肉剩下的那点汤，去出让自己的价值，背叛自己的姐妹。如此，即使换得一时和平，也相当于割地求和，甚至更准确地说，自己参加和亲。今天这个视频很长，很高兴你看到了这里。如果说认知能够决定命运，那是因为认知是改变与行动的开始。当你有了自然女本位的认知，并开始改变、开始行动，你就逃离了男权社会下那所谓注定的命运，拥有了无限美好的机遇与可能。我是思希逸，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订阅和点赞，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你的思考与感受。我们下期再见。